那一年，爸爸离开家后，事情发生在1990年的年初。那一天，电话铃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，我被电话声吵醒。那天很不寻常，因为平常这时候妈妈应该在准备早餐，爸爸应该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但是那天爸爸妈妈都不在家。我接起电话，女儿啊，爸爸在警察局。是爸爸熟悉的声音。爸爸跟我说了什么，我已经忘了。我只记得当我挂上电话时，一直觉得这只是大人开的无聊玩笑。当年我才10岁，从那天起家里有很大的改变。那天爸爸没回家吃晚饭，妈妈也像往常一样煮饭、吃饭、洗碗，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到了半夜，听到了行李箱拉链拖拽的声音。这个声音通常是出现在前一天全家要出游的晚上，父母忙着收拾行李。每当听到这声音，我都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，蹦蹦跳跳地跑到父母房间，一同分担这份甜蜜的工作。但那天晚上显然很不寻常，因为时间在凌晨。我躺在床上静静听着行李收拾的声音，丝毫不想下床，更不敢进到父母房间。当我听到行李箱的轮子摩擦地板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时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间门口，朝着家门口方向望去。我看着爸爸拖着行李的背影，准备离开家里。我应该要问他，爸爸，你要去哪？或者是说声再见，但是我并没有。我走到父母房间，房间只亮了一盏小灯，妈妈依然像平常一样躺在床上睡觉，唯一不同就是旁边少了爸爸庞大的身影和熟悉的鼾声。我走到床的旁边，对着像是熟睡的妈妈低声说，爸爸出门了。妈妈只说了，快去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。我照做了，那一夜我依然睡着了，和平常并没有不同。早上去上学时，经过社区大型垃圾桶，一眼就认出爸妈挂在房间里的结婚照被塞在垃圾桶里。放学回到家里，我偷偷来到放置相簿的柜子前，打开一本又一本的相簿，心中虽早已经有了答案，却还是很不甘心地翻遍了所有的相簿，像是寻宝一样，企图在里面翻到一张爸爸的相片。家里有关爸爸的存在都被抹除了，唯一留下属于爸爸的东西，就是在柜子里被漂亮玻璃瓶装起来的酒。不知道是不是爸爸想留点什么给我，或是因为酒的价值不菲，所以妈妈没扔掉。它们就一直静静竖立在柜子里，不因爸爸的离开而凋零，依然桀骜不驯地闪耀光芒，像是因为被爸爸抛弃而做无言的抗议。还记得那个学期的某天，老师要大家闭起眼睛举手调查单亲家庭。我偷偷半闭着眼睛，看见好多人举手，包括班上爱欺负人的小伟和功课最好的班长小婷。但并没有什么改变，小伟还是讨人厌，小婷也总是班上第1名。我去福利社依然只买玻璃罐装草莓口味保酒乳。放学后和同学去逛文具店，仍旧是最美好的时光。某天作文课老师规定的题目是我的家人，我呆坐在书桌前，盯着稿纸看了许久，写了又擦，擦了又写，一直到下课都还无法下笔。
隔天我被老师叫到他旁边，老师说，作文题目是写给家人，你为什么写给堂哥？堂哥是家人啊，我小声地说。堂哥是亲戚。堂哥是我最喜欢的亲戚，我们像是一家人，我坚定地说。你为什么不写给你爸妈？老师大声地说，全班同学都看了过来，我一言不发，应该说我不敢回答，像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，接受老师的审判。某天我被叫到辅导室，学校辅导老师是隔壁班的导师，他的风评就是一堂课有半堂时间都在处罚学生，藤条、巴掌和丢板擦样样都来。他问了我许多问题，我因为太紧张而无法直视他的脸，生怕答案不正确而赏过来一记耳光。已经不记得他问了什么，只记得他长满老茧的手。后来我脑补的事情一件都没发生，辅导老师只给了我一本心腹手册，要我拿回家给妈妈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回到教室，同学借来翻了一下，觉得无聊，给了我一本少女漫画，说这本有趣多了。我在漫画里找到信仰，找到神。漫画里描述着大人们所不愿和小孩谈及的知识，例如爱、性，还有男女关系的复杂性。我入迷地看着，像是虔诚的教徒读着圣经，期待在这本薄薄的册子里找到什么人生答案。某天和妈妈吃饭，我将在内心酝酿已久的问题，假装毫不在乎地问妈妈，爸爸离开是因为他有别的女人吗？妈妈嘴里嚼着食物，从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情绪。等他咽下嘴里的饭后，他看着前方，面无表情地回答，没有女人会要他。从此这类话题再也没有出现在餐桌上，而那本心腹手册就静静地躺在房间的角落被淹没。我始终没有拿给妈妈看。每个月我会和爸爸见面一次，为的是拿赡养费。每个月和爸爸见面吃饭，这趟任务都让我倍感煎熬。大人们始终都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爸爸从不主动把赡养费提前拿给我，每次都等饭后他把我载到家门口。在我即将下车离开前，我不得不张口问，爸爸，赡养费？爸爸才会嘴角微微上扬，把装满钱的信封袋交给我。这个过程每次都让我很痛苦。某天妈妈说要带我去见爸爸，我感到很惊讶。自从爸爸离开家后，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的场合。看到妈妈穿得很正式，我也换上我最喜欢的洋装，梳好了头发，绑上蝴蝶结，怀着期待的心情去见爸爸。到了目的地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爸爸和妈妈在一起的场合。我只记得爸爸吼着，我不会再给你1毛钱。这次爸爸妈妈终于有共识了，爸爸选择了赡养费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看过爸爸。相反的，我觉得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当年圣诞节，我看着没有礼物的圣诞袜，失落地说了一句，今年圣诞老人没来。妈妈说，哪有什么圣诞老人，都是你爸买的。这句话粉碎了我已知的幻想。每年爸爸会带我到玩具反斗城，问我喜欢什么玩具，然后要我向圣诞老公公许愿，
圣诞节就真的收到礼物了。这个仪式每年都有，也很期待。直到那年以后，我意识到，生命中的男人都离我越来越远，爸爸、老师和圣诞老人。还好我的神没有抛弃我，阅读漫画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，暂时忘却大人们带来的烦恼。没了圣诞节的玩具，我多了其他玩伴。爸爸在家时，我从来没碰过柜子里的酒，看起来很昂贵，生怕一不小心打破它们而挨骂。不知道是因为酒瓶设计漂亮吸引着我，还是因为这是爸爸曾经存在在这个家的唯一证据。在玩耍过程中充满仪式感，我感到弥足珍贵。某天看到妈妈对着家里的满桌账单发愁，爸爸确实信守诺言，没再给过我们1毛钱。我的舞蹈课和围棋班中断了，也再也没有听到即将出游收拾行李的拉链声。我每天反复思考着，纠结着内心的矛盾，最后下定决心，做出一个对当时的我很重大的决定。某天吃饭时，我鼓起勇气对着母亲说，我们可以卖掉柜子里的酒。妈妈看着我，松开了紧锁的眉头，慢慢从嘴里发出颤抖的声音，那些酒根本一文不值啊。然后妈妈就像看到什么滑稽的事大笑了出来，我也跟着笑了。我笑着笑着就流下眼泪，然后我就哭了。我记得那是爸爸离开后我第一次放声大哭。1990年终于来到尾声，当年我肯定有参加过校外教学，吃过麦当劳，和同学去儿童乐园玩，但那年除了父亲离开后带来种种的沮丧和失落感外，其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